嗨，干啥呢？坐我看节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工，粉丝已经顺利的过万了，我可爱死你们了，送你们一个大么么。上一期我们说了如何处理零件的瑕疵，以及零件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，以及为什么会有一些零件会被做成壳体。那么，如何处理左右核的零件，打造无缝，成就完美的模型呢？欢迎收看第4期《胶老的诞生之真正的玩胶》，无缝粘合零件。神奇胶水的威力。说起粘合，就不得不提胶水。一说起胶水，大家必然会想到俊士和天工。模型制作所需的胶水主要分为基础胶水和流缝胶水。基础胶水属于溶剂加树脂，粘稠度适中，以轻微腐蚀塑料使其粘合在一起为粘合原理，适合大部分零件的粘接工作，可以做较大零件的无缝处理。俊士型号为 MC127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盖，以及 MC124。天工型号为87003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盖，以及87012，每家各有2种，只是容量不同的区别而已。天工家另有一款香味系列，较常规版本的气味上柔和了很多。流缝胶又名流缝胶，和贼婆油同为胶圈名物。相较于基础胶水，流缝胶就是纯溶剂了，没有树脂，流动性就很好，但同时腐蚀性也更强，干燥速度也相对会快一些，所以适合小零件的粘合工作。借着较好的流动性，能自行填满缝隙。俊士流缝胶型号为 MC129，也就是蓝盖。天工的型号为87038，也就是绿盖。同样，流缝胶天工也有香味型，型号是87134。除了常规的流缝胶，天工和俊士这2家还各自推出了快干流缝胶，干燥速度会更快，但是根据部分膜有反应，牢固程度会稍逊于普通的流缝胶。天工的型号为87182，俊士的型号为 MC131，以及黑色的 MC132。黑色的快干流缝胶非常适合在无缝时观察胶水有没有均匀，在白色零件上效果显著。如果是比速度，快干胶配合快干胶促进剂是最快的，几乎没有 CD。对于老胶佬来说，撸起来可是快得飞起，让许多小胶佬鞭长莫及。同样，快干胶也是我最建议使用的方式。快干胶的种类和品牌有非常多，常见的应该是北化、乐泰、安固特以及不差钱胶水显能。北化、乐泰和安固特在某宝上很难买到正版真货，大多都是卖家自行分装，品质不一，很容易翻车。还有大家常说的优速达黑不土，应该和乐泰480是一个东西。后来听说过一些传言，乐泰7452促进剂的某些成分会影响生育，吓得我这个未婚未育的清白小伙子合不拢腿。但是秉承着正义且严谨的优良品格，我上网上查了查，虽然没找到真正影响生育的具体证据，但是胶水和促进剂成分都不利于人类的茁壮成长。看胶水上大多也都会有注意通风和注意防护的温馨提示，大家撸胶时千万注意戴好口罩以及通风，注意身体，狗命重要。温馨提示：有个别喜欢闻胶水油漆味道的怪癖宝宝们，请尽量以活着为动力，避免疯狂吸入，成瘾成疾。显能是到目前为止最贵也是最适合在模型制作上使用的胶水，干透后的质地非常接近塑料的硬度，好打磨，配合自己家的促进剂也不会有气泡产生。价格呢可能会贵点，但是挺耐用的。如果是军模或者是民用模型的玩家，也可以单独准备一份俊士的透明快干胶，显而易见就是用于透明件的粘接处理。大家小本本上是不是都记乱了？别慌，课代表总结如图。实际使用中，基本上大家买一瓶常规胶水，再来一瓶流缝胶水就够用了。品牌和型号按照自己的喜好搞就行。个人比较喜欢俊士的黄盖和蓝盖。做无缝除了区别胶水，更要学会区别大小零件。笼统来说，如果点3次流缝胶还是留不满缝隙的话，就可以理解为是大零件，更适合使用常规胶水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这是一个小零件，用流缝胶。拿出零件可以的话，我们稍微减短一下卡损，注意是一点点。你不是 Tony， 不要一刀给人搞秃了，这样是为了保证零件结合更紧密，并且保留着定位的能力。我们给它掰个小缝，缝越小越好，若有似无的，把握好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。可以用薄的刀片或者胶板之类的做辅助。拿出流缝胶，用自带的刷头蘸起胶水，照着缝点一下，过程中观察胶水的流动情况。
如果感觉哪里不够，就再点一点，感觉均匀了，就用力挤捏零件。此时我们能挤出一些又浓又稠的东西，这是零件结合处的塑料融化后挤出的，不要手贱去摸，后果我可不负责啊。保持捏住10来秒，就放在一边，让它们自己冷静个4、5、6、7、8个小时。你猜猜怎么确认干透没？还是用指甲掐一下吗？掐不出痕迹，基本就是干透了。一定要确认干透了，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处理。如果没有干透，就开始打磨，零件还会在干的过程中继续收缩，相当于白玩了。干透后，我们来看看这条溢出物，眼熟不？像不像上期的合模线？其实处理方法也一模一样。先用笔刀进行一轮修整，然后砂纸使用600目到800目的顺序进行打磨。大零件呢，通常是这种长炮管、骨架、燃料罐等等。我们选用常规胶水，一样的开始剪短下卡榫。小经验。常规胶水使用时，小刷子蘸取胶水后，可以在瓶口处蹭一下，让胶水的附着量适中。随后采用从里向外的方式进行涂胶，可以涂的稍微多点，因为零件大，胶水太小容易没等着合拢就干透了。如此反复，直到2片零件的结合面已经均匀的涂满了胶水，随后捏紧，放置等待干透。打磨的操作也是一样的，先用笔刀修整，然后使用砂纸按照600目、800目的顺序进行打磨。如果有一些小细节被溢出的胶水填充了，就想办法修正回来就可以了。不论是常规胶水还是流缝胶水，建议大家不要心急，完全可以今天粘完，第2天再打磨。千万不要挑战什么11点59分粘完，12点打磨，你只是单纯的想气死我。请听从国际卫生部的建议，睡满8个小时再来。刚入门的新手建议使用上述的2种胶水就好，因为溢出的塑料溶解物干透后的硬度和塑料本身硬度相同，对于新手打磨来说比较友好。如果打磨经验条已经满了的同学，或者说要做 GK 改件的小伙伴，全工推荐大家使用快干胶或者调制无爽来进行粘接、无缝填补的工作。最大的好处就是会提高工作效率，毕竟时间就是金钱，经济是指望不上了，就指望一点活力吧。小经验。使用快干胶的时候，建议套上一个鼠尾，一次买上一堆，很便宜，能用很久。能很好的控制流量，不用每次都去盖盖开盖，哪怕出口堵上了，也可以剪掉一点点继续使用。使用快干胶进行无缝处理，要先涂满边缘，捏紧，嘴里连念3遍：全工最帅，全工最帅，全工最帅。然后喷上促进剂，再连念3遍：全工最帅，全工最帅，全工最帅。如果溢出的胶比较多，就多念几遍，然后正常进行打磨处理。我记过时，很科学的。哇哦，神奇的打磨经验上升了。但是很多同学表示，自己一旦动起手来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就好像在班级里老师教了1+1等于2，留了个作业，就像这样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为什么就和教的不一样呢？就好像这个脑瓜子，眼熟不眼熟？就说我们模型第1期的封面，那期封面我们用了最高级的无缝手段，也就是 PS 做的无缝。今天我们就当场给它办了，拿到怪怪的零件，先分析一下它的具体状况。这个天线和无缝是八竿子打不着，和它没关系，给它卸下来，不用管它。这个脑袋主要的问题就是按照整体做无缝，分色就会超级困难。如果我们只管脑袋做无缝，这个脸就可以不要了。所以我们对于此零件的无缝要求，就是将脑壳无缝，脸蛋还能塞进去，并且不影响各个部分的固定效果。先拆开观察。这个透明件是关键，可以看到这个透明件后面被脑袋后半部分的零件顶住，前面是安装的卡榫。好的，直接剪短卡榫和透明件，操作的时候不要下手太狠，一点点剪，再来试着组合一下，先放入胶套，然后调整好胶套角度，尝试把脸蛋放进去看看。嗨，一次成功。现在我们就对头盖骨进行无缝，各位小伙伴们要注意，在你们做无缝的时候，一定要确认好做了无缝后，零件可以顺利的安装进去之后，再进行无缝。后面就是常规操作了，你们懂的。
再以这个扎骨腿为例，拆开一看，哇哦，削骨架可能太麻烦了。再教大家一个万金油的办法，做装甲缝，找个光滑的、薄一点的板子夹上，用推刀划就行，也可以拿下来抵住划，都一样。大家应该听说过专门做装甲缝的刀，我个人使用体验不佳，局限性也很大，特别是开头的地方，怎么刮也刮不好，还是建议使用推刀。做好后再来渗个线试试效果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希望这2个小范例能给大家带来点做无缝的思路，最主要的就是先观察，然后合理的规划操作顺序，基础之上举一反三。等全套教程更新之后，我会给大家开一档全新的节目，到时候大家应该能看到更多的范例，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再次谢谢各位观众老爷。现在我还不能满足 B 站的抽奖条件，所以我在微博安排了一波抽奖，转发微博关注，安排2份俊士小礼包，每个礼包里有1罐俊士的消光，1瓶俊士的黑色快干流凤胶。好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陈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